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底，来自10几个国家的士兵再次登上了法国的海滩。对于德国人来说，他们对于盟军的登陆作战并非毫无防备。自从1940年英法两国撤离敦刻尔克后，4年间，纳粹征发了数十万法国工人，沿着欧洲大陆边缘修建了一道严密的防线。在这道大西洋壁垒上，德国人部署了大量的混凝土工事，机枪、碉堡、岸防炮、地雷和反坦克巨马随处可见。德国人就是要用这些装置，将法国海滩打造成一个死亡陷阱。然而，诺曼底登陆当天，北岸有一辆怪模怪样的丘吉尔坦克，迎着德国人的炮火和机枪扫射，靠近德军严密的防线。玩这些架桥铺路的丘吉尔坦克看上去有些滑稽，但当脸盆大的炸药包在德国人的头上炸开时，纳粹就该知道他们的末日到了。而这些造型奇异的丘吉尔坦克，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主角——丘吉尔 AV-R1工程坦克。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并非没有尝试过重返西欧战场。早在1942年，刚刚从不列颠之战中缓过神来的英国，就有跨过海峡重返欧洲大陆的打算。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第时的英军主力大多在北非，和隆美尔在沙漠里打得有来有回。英国人受制于有限的军力，根本无力开辟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然而自从纳粹转向东线之后，混乱的苏联红军一退再退，苏联大片领土失陷。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事关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的生死存亡。1942年7月，贝尔林格勒战役爆发，此时的德国等同于掐住了苏联人的喉咙。苏军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上的支持，更需要英美盟友们从其他战线牵制德军，延缓纳粹对苏联的进攻步伐。因此，尽管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在斯大林的不断催促下，英军制定了代号为“银溪行动”的作战计划，在8月发动对法国北部港口迪耶普的突袭。在计划中，这次行动的规模并不大，除了满足斯大林的迫切要求以外，也是为了测试登陆作战的可行性。毕竟，不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法国海岸线上的登陆战迟早会打响，可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提前用小规模的登陆作战进行预演，也不失为一种良策。然而，就在此时，负责驻防西线的国防军元帅伦德施泰特接到间谍密报，英军可能会在迪耶普地区登陆。而这恰恰印证了他的猜想。他一早就认为，盟军可能会在1942年夏天发动登陆战。在他的预期中，盟军将派出一支庞大的部队，而利用伞兵和大规模轰炸掩护登陆部队突袭法国海岸。因此，伦德施泰特立刻在迪耶普布下重兵，准备迎接茫然无知的加拿大和英国联军。1942年8月19日凌晨，迎着破晓的曙光，6000名来自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士兵，在皇家海军的掩护下，对迪耶普海滩发动突袭。可惜远渡重洋、摩拳擦掌的加拿大士兵们怎么也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将是如同加里波利战役一样的血腥屠杀。5000名加拿大士兵中，有超过3300人阵亡、受伤或被俘，为盟军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开启诺曼底登陆的辉煌，得逞首胜之前的惨烈失败，似乎被后世刻意遗忘了。然而，盟军的指挥官们绝不是鸵鸟。面对迪耶普血腥的沙滩，盟军参谋们从中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盟军登陆作战。时任联合作战司令的蒙巴顿后来说道：“我毫不怀疑诺曼底战役是在迪耶普海滩上取得胜利的。作为盟军在西欧登陆的第一次尝试，迪耶普突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登陆部队缺乏重火力的支援，而且工兵的伤亡率极高。首先，我们来说说火力支援问题。前往迪耶普的登陆部队并不是没有坦克，英国人准备了60辆最新锐的丘吉尔坦克，为登陆部队提供掩护和直接火力支援。而令英国人没想到的是，虽然丘吉尔坦克装甲厚重，足以弹开大部分的德军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战线宽度和登陆艇问题，坦克无法和步兵一起登上海滩。先登上迪耶普海滩的2个步兵团，不得不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承受德国人机枪的轰鸣和火炮的怒吼，直到半个小时后，再有丘吉尔坦克的登陆艇才姗姗来迟。而且，就算是丘吉尔坦克登上海滩后，情况也没有好转多少。而这就要说到工兵的问题了。皇家工兵们的任务是辅助坦克推进，为坦克清除障碍物，为坦克修建坡道，让装甲部队越过悬崖和壕沟。但可惜的是，在迪耶普的登陆战中，加拿大第14军坦克团的60辆丘吉尔
只有30辆成功登上了海滩，除去沉没和被困在海滩登陆艇里的，最后只有15辆坦克成功进入城内。盟军工兵们做了一些准备，比如用来铺路的帆布地毯等，几乎完全没有阻止丘吉尔坦克陷在海滩上。而且由于丘吉尔上的2磅炮的火力不足，完全无法摧毁和压制滩头上的防御工事，海滩上的路障必须要靠皇家工兵打头阵，冒着德国人的机枪和反坦克炮火，一步一步地安装炸药包，清除障碍。在这样的战术背景下，皇家工兵的巨大损失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在迪耶普的袭击惨败后，加拿大皇家工程兵团的多诺万中尉提议，基于迪耶普的经验，设计一种车辆来保护工兵们的安全。在他的设想中，这种坦克要有厚重的装甲，要能够适应各种地形，而且能够在侧面开门，让工程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下车安装炸药包。英国人迅速发现，还是丘吉尔坦克才能满足这些需求。1943年，贝尔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从北非返回英国，他指派一战老兵霍西·霍巴特少将开发和训练皇家工兵，为盟军的登陆战做准备。为霍巴特少将不但出身英国皇家工兵，而且还是坦克战的专家。1934年，霍巴特成为英国第一个常备装甲旅的旅长，同时兼任皇家坦克兵团督察。他发表了不少论述装甲部队的文章，影响非常大，可以说奠定了未来装甲战术的发展方向。俄国的坦克战专家古德里安还曾自掏腰包，请专人翻译了霍巴特发表的所有文章。作为装甲专家的霍巴特，改造一些工程坦克可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在霍巴特的指导下，他的第79装甲师迅速改组，成为了实验性的装甲工兵师。但是此时的英军和隆美尔激战正酣，来自美国的大量物资都送往了北非，照理说并没有多少资源能够支持这支新成立的工兵部队。霍巴特却有办法给自己拉赞助，因为他有个妹夫多纳德·蒙哥马利。通过蒙哥马利元帅的这层关系，霍巴特从美国人那里搞到了一批谢尔曼，再加上英国人自己的丘吉尔和马蒂尔达，霍巴特的改装素材就到手了。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改造，1944年初，霍巴特向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展示了一批坦克，其中包括由螺旋桨驱动的谢尔曼 DB， 装备了连胶排雷装置的马蒂尔达、丘吉尔鳄鱼喷火坦克以及丘吉尔 AVR-1工程突击坦克。这些造型古怪、功能各异的工程车被人称为霍巴特滑稽坦克。AVR-1的名字来自于皇家工兵装甲载具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为皇家工兵提供的装甲车辆。为了这些工程坦克一般由丘吉尔3或丘吉尔4改装而来，首先要解决的是火炮威力问题。丘吉尔上原装的6磅炮口径不过57毫米，根本装不了多少炸药，完全无法对付防御工事，反而端个机枪阵地都困难。一般来说，如果要提升炮弹威力，加大口径是最快的做法。但是此时的英国并没有一门合适的大口径炮能够装在丘吉尔上充当主炮，这可让霍巴特他们犯了难。关英国向来是不缺奇怪的武器的，干式迫击炮给了皇家工兵的工程师们灵感。经过一番改造，丘吉尔 AVR-1上安装了一门29毫米的干式迫击炮。注意，这里的29毫米指的是干式迫击炮的杆的粗细，而不是实际战斗部的直径。如果按照战斗部直径来测算的话，这门佩塔德迫击炮的口径达到了230毫米，已经和海军的中口径舰炮相当。而在装药上，佩塔德迫击炮内部装有40磅高爆炸药，对付掩体和一般工事效果卓著，即使是混凝土堡垒也不能保证毫发无损。不过观众朋友们可能也发现了，这门迫击炮所发射的炮弹完全和空气动力学不沾边，看上去就不像是能飞很远的样子。没错，这门炮的有效射程只有不到80米，最大射程也不过200多米。它圆滚滚的造型又给它迎来了另一个名字——飞行垃圾桶。而除了主炮被拆掉，换上了这门迫击炮以外，这台丘吉尔 AVR-1 和普通的丘吉尔3基本上没有区别。但问题来了，单式迫击炮只能从前面把炮弹插上，不能像普通坦克炮一样从后面完成装填。然而这可难不倒皇家工兵们，工程师们把副驾驶的位置开了个天窗，这样坦克兵就能从内部把炮弹装到炮塔上。装弹的过程也十分奇特。首先，发射完毕的佩塔德迫击炮的炮管会垂直向上折断。作为一种干式迫击炮，实际上它是不需要这根短短的炮管的。翻上去之后，发射栓就会暴露出来，
此时，副驾驶会从天窗中探出脑袋，把这枚重达20公斤的巨大炸药包插进佩塔德的发射栓中，合上炮管就完成了一次装填，解决了火力问题。接下来就是地面适应性的问题了。为了防止丘吉尔在海滩上动弹不得，霍巴特的工程师们采用了老办法，那就是帆布铺路。皇家工兵们设计了一种类似于厕所纸巾盒的帆布卷筒，只不过这个纸巾盒要大得多，上面卷的也是钢筋加固了的厚帆布。在登陆作战时，召集 RAV-1的成员可以在车辆内部控制这个卷轴装置，把帆布铺在地上，方便后续车辆通过。而且帆布铺完之后，召集 RAV-1也不需要一直顶着这个架子，而是可以断开两边的连接，把这个简易架子丢在路边，就可以变回普通的丘吉尔 AV-1了。这个帆布卷轴还有2个型号，西型的帆布卷轴口径比较小，被安装在丘吉尔的前部，而 D 型的就比较夸张，卷轴很大不说，安装的高度也比较高，这也是大家见到的最多的一款 AV-1。而面对德军的反坦克壕沟，丘吉尔 AV-1这一尖端工程秀武器，对付他们的方法则是丢柴火，这是一战时期对付壕沟的办法，虽然原始了点，但仍然十分有效。这些 AV-1上常常会安装一大捆木柴，里面有时还会有一些钢管之类的，用来填平壕沟。比起让工兵冒着炮火一捆一捆的填平壕沟，YD2 AV-1的效率可就高太多了。不过这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装上这一大朵木柴之后，坦克前方的视线被整个挡住了，排长不得不爬到柴火堆顶上，通过车内电话指示驾驶员行进方向。这也是丘吉尔 AV-1的一大奇迹。此外，盟军高层一早就料到欧洲腹地纵横密布的河道会大大阻碍盟军装甲部队的推进，因此丘吉尔 AV-1还承担起了架桥的任务。这种丘吉尔上安装了小型梁桥，和现代的装甲架桥车上使用的剪刀桥或者平飞桥不同， AV-1上的这种比较原始，就是一个钢架结构的平板，但是这个平板可以在90秒内搭起一座10米宽的桥梁，让重达40吨的坦克平稳通过。要知道，盟军最常见的希尔曼坦克也就是30吨左右，即使是 M26 弹型坦克，承重也就刚好40吨。而除了小型梁型的 AV-1，还有一种丘吉尔 Ray-2K 变体，只不过算是一次性的。一般认为丘吉尔 Ray-2K 的名字来源于装甲坡道运输车，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的名字来源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航母皇家方舟号 OAK， 这是因为丘吉尔 Ray-2K 展开时，车头车尾的轨道放平形成桥梁，看上去就像是皇家方舟航母一样。冷天天的工兵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排雷。作为工兵好帮手的 AV-1自然也不例外。除了传统的连加排雷装置和扫雷笛以外，还有一种更加暴力的手段，那就是康加拖车。这个东西是由布伦机枪运载车改装而来，开除了发动机，换成了一个巨大的储罐，由丘吉尔 AV-1拖着走。储罐里装的那是满满的高纯度硝酸甘油。这个行走的炸弹的排雷方式，就是用软管沿途撒下硝酸甘油，之后引爆它，这样就能清除一条线上的地雷，为步兵开辟安全通道。但是硝酸甘油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物质。盟军光复安特卫普期间，皇家工兵部队 K-84装甲突击中队的康加拖车突然爆炸，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从此，这种身材不大但威力不小的拖车就被勒令停用了。1944年6月11日，第48皇家海军突击队试图占领法国北部的一个雷达站，连着打了好几天都没有进展。6月17日，皇家工兵第26突击中队的4辆扫雷坦克和12辆 AV-1出马了。他们用 AV-1上的迫击炮被坚守不出的德军下了一场死亡之雨，最终成功攻克了这个雷达站。英国方面只有12人伤亡。而在诺曼底登陆海滩附近的乌伊斯特勒点，皇家工兵的 AV-1对这个德军驻守的小镇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轰炸，身心都受到巨大创伤的德军不得已只能投降。也正是在这里，丘吉尔上的这门佩塔德迫击炮得到了飞行垃圾桶的称号。原文中说，这群丘吉尔 AV-1在这个小镇上降下了一场可怕的致命飞行垃圾雨，以凶猛而简易的方式摧毁了防御者周围的建筑物。虽然丘吉尔 AV-1在很多地方看上去都很原始，甚至有些粗糙，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丘吉尔 AV-1和其他滑稽坦克们是真正的现代战斗工程车先驱。到了今天，多用途的装甲工程车已经成为了坦克部队的标配。
在许多战场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当我们今天在游戏中、在新闻里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工程车时，别忘了还有一个神奇的垃圾桶发射器，为盟军登陆诺曼底立下了汗马功劳。